看完这个视频你就知道赌狗在想什么了。赢钱之后，他们会立刻成为全场的焦点，加班3个月不如赌场5分钟。当赌狗拿着赢来的钱去烧烤摊消费时，服务员的眼神都变了。上次只点了一串韭菜跟豆腐，而这次这周我请了。朋友夸奖赌狗豪爽，亲戚夸奖赌狗有本事。赢了钱之后，这种我是主角的感受不仅仅在消费的时候，并且让他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。他会幻想，只要我一直赌下去，就能赢得所有的掌声。当赌狗们在赌场上输了几次之后，他们会想赢一把就走，这时候他们会全神贯注，很讽刺地说，他们进入了心流状态，一心只想着怎么赢钱，并且很多赌狗会去研究算命、八卦、易经，原因是他们觉得只要掌握了道，就能够控制赌场的输赢。当赌狗输光了所有筹码之后，肯定不会觉得赌博有什么问题，而是用各种方法来安慰自己。赌神的电影有看过吧？不过是暂时的挫折罢了。人生总是起起伏伏的，哪有人会一直输？他们觉得这是暂时的挫折，只要坚持下去，人就会成长。而什么样的人生剧情会养成一只赌狗呢？他的人生可能会有以下的经历。首先，他或许在便利店打零工，或许偶尔在工厂上一天班，生活中永远是不如意与不受人关注，并且还老是缺钱。他们的心理想法特别的强烈，会觉得自己命不好，觉得自己那么有本事，却没办法受人关注。然后某然的一次，赌博改变了他的命运。他说哈的那一瞬间，成为了全场焦点。昨天还在工作中默默无人的他，今天在赢钱的那一瞬间变成了主角。于是他用赢来的钱换了手机，请朋友吃饭。在饭桌上，朋友夸他豪爽，运气好，有本事。其实赌博最让人欲罢不能的，并不是仅仅因为赢了钱，而是因为被人关注的那种飘飘然的感觉。当他习惯了这种感觉之后，他已经无可救药了。所有阻止我赌博的人都在阻止我的成功。一旦到了这一步，赌狗就会完全听不进任何人说的话，因为所有人的劝告都在妨碍他成功。他会幻想着，只要自己重回巅峰，这些人的嘴脸就不会再这么丑恶。他的大脑中只有赢钱成为主角的自己。再来说说赌狗的人生过程，通常有3个阶段。成功期，当他带着赢来的5万块钱回家时，给老婆买金项链，请兄弟们吃饭，甚至街坊邻里都开始谈论他的牛逼之处，出门非常有面子。这一刻，赌狗真的确信他是人生的主角。我可能真的是个天选之人，我出生就是不平凡。平衡期，赌博的日子有输有赢，他开始研究玄学、算命，研究不同的赌博方法跟不同的赌局。似乎原来的人生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，而更重要的是如何用赌博来重回人生的巅峰。破产期，然而10赌9输，总有一天他会控制不了自己，说哈一把，然后输得一无所有。你以为他会痛改前非？不可能，他会疯狂的去寻找赌资，只有搞到钱，才能重新回到赌场。只要能再次赢钱，他就能重回人生的巅峰。不断经历了这3个阶段后，赌博已经成为赌狗人生中最富有意义的事。最后一章节，当失去赌资之后，赌狗的人生就完全失控。他像是落水的人，拼命的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。讽刺的是，赌狗为了获得赌资，真的能够拼尽全力。他们会把各种正规的、不正规的贷款都薅一遍。电影里面抵押一只手去借钱的桥段是不是很魔幻？但在赌狗心中，这不过是一只手而已。如果人生都失控了，要这只手又有什么意义？这时候真的什么都可以拿来抵押。然后是面对亲戚跟朋友，他们开始编织谎言。或许刚开始他们还会受到良心的谴责，但是一想到我只是想活下去，因为他的生命中除了赌博就没有其他能够谋生的手段了。渐渐的他们开始说谎成瘾，但有些赌狗他们又能够痛改前非。那一刻是真的吗？的的确确他们是这样想的。那为什么后来又复赌了呢？因为一旦体验了那种赢钱的感觉，那种成功感，被人关注尊重，然后在往后的日子里平淡又无趣。他们在无数个日日夜夜想起曾经赢钱的自己，再想想现在的自己，活得那么没出息，连抽包好烟都要精于算计。这种强烈的落差感会把他一点一点的吞噬，直到有天赌性会压垮理性，让他们重回赌场。
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身边的心理学，请关注我们的频道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分享使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